本身是比较聪明的知识型网红。是。然后我记得那个记者就跟我讲说，章子怡又要来找你哦，要到你家。对。可是那时候那时候很流行狗仔，一周刊的一天就全部我们家门口都是狗仔。你是整体上就是非常漂亮，为什么？我说的漂亮就是说。那你有办法把我画得更像范冰冰吗？你已经很像啦。到底有什么样适合台湾人的一个化妆方法，或是怎么样真的画起来直接变成 smart and beautiful？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呢，这集很有气质，然后很有美感，因为我们找到了史上最强的彩妆大师朱老师。艾尔莎好，大家好。因为朱老师本身呢是走一种国际级的，当年，例如说章子怡和周迅是在那个《卧虎藏龙》是你化的妆。电影里面不是我化的妆哈，都要特别澄清哈。因为章子怡刚好拍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到台湾来宣传，然后她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帮她化的妆这样子。那个期间之后，她整个就是起飞嘞，对不对？回去就起飞了，结果第二次又来的时候，我正在上课，然后我记得那个记者就跟我讲说，章子怡又要来找你哦，要到你家，我就在那边等待她，因为他们的行踪都很保密的嘛。对。可是那时候那时候很流行狗仔，一周刊的一天就全部我们家门口都是狗仔。后来到最后等怎么还没到？记者就打给我讲说，章子怡不敢来，因为那边全部都是人在等她。天哪！对，不然我们又可以在第二次碰面。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明星，然后甚至从章子怡这边开启了彩妆之路，到后面的这种彩妆大师之路，然后再往前推，人生有很多年少的轻狂和迷惘期。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要来完整的介绍朱老师到底人生走过哪些迷惘期，然后奠定了现在的成功。我在刚刚跟老师聊的时候，我发现老师是一个又有商业头脑，又有美感，然后又有 sense， 然后又有理想，然后现在还在教学生，因为学生很难教，你知道吗？觉得教学生是一种教学相长，哈，教学生其实是蛮快乐，但是真的很难教。因为现在时代变了，他们的观念就变成标准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一直跟着他进步。没有人会说你是 LKK， 因为他们脑筋在想什么，你都会第一个就会接触。尤其我还要当导师，那你要跟他们去沟通啊，甚至家长啊，所以对他们的那个年轻人的想法非常的清楚，但是很快乐。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很多我们的观众还有粉丝是女生，然后老师画彩妆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例如说最近这种韩风啊，或前一阵子你知道，就是韩国或者是国际也有，就是那种眉毛要很粗的。我就问老师说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就是说，其实这种东西大家会觉得现在是流行，可是其实曾经就流行过了。是，而且它其实是有一个缘由，对不对？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突然红这件事情，然后韩国当年为什么红起来这件事，然后现在好像最近又没有了，最近好像又流行一些东方的一些柳叶眉，就是中国的一些工具啊，还是什么？那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和潮流在这种彩妆这件事上？其实每一种这种流行，我觉得都会有两派的看法。一派就年轻人嘛，因为他看到了就马上喜欢接受，想要跟着潮流，认为他是在媒体炒作下他是最流行的。但是他并没有过滤这个流行究竟是有没有发生过，或者适不适合我自己。对。但是如果在比较专业或者是我们比较经过的人来看待，它就是一种流行性的商品，它也没有什么对错。我们看待他们就觉得他们只是在享受这个过程。也许他把自己画的那个2条眉毛，我们说一字眉，画的像胡子一样，没关系。虽然不适合他，我觉得他在享受这一段的过程。所以可以 open mind 这样。对。可是有些人他很坚持，有的彩妆师说怎么画成这个鬼样子啊？他脸那么短短的，再画这样的，不是脸就变得更像饼了，这样更像大饼。因为脸圆的人属于比较小，眉毛要画再挑高一点点，你不适合画一字眉。如果你是比较长脸的人，我们可以画平眉，一字眉就会比较好。好，老师，那你现在来认真讲，我现在彩妆哪里有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今天出门前，大家可以看我其他集，我是真的不太 care 化妆这件，因为我本身是比较聪明的知识型网红。是。老师刚傻眼。
没有，我们现在都有职业病。我记得每次我要去跟，因为我帮很多品牌那个教过他们训练百货公司的那个很多都是西斯里啊，那些都是我在教的嘛。之前哈很多各大品牌哈，那我去跟他们的经理谈事情的时候，每次化妆品的经理说今天要见朱老师，我说怎么还不出来？我要补妆，会职业病就会看的。我就很进来我就会看每一个人，像他的眉毛就很有个性啊哈，那皮肤很好嘛。那你是整体上就是非常漂亮，为什么？我说的漂亮就是说，因为她的肤色哈。它是感觉上没有很厚的粉底，也许你有擦一点点，但是你擦的技巧很好，没有让人家很厚的浮重感。好，那你眉毛基本上也算比较自然的哈。那眼线我刚看的还算干净，没有晕开，因为有的人眼线画完之后，我眼线超不会画，我今天真的是为了你，我很认真在画。我不是恭维你，因为我讲话有的时候会比较毒哈。哦，老师讲话很直接，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已经有发现，老师讲实话。因为其实他的眼睛哈，双眼皮一大一小，对，好，所以他这种人不好画眼线，可是他可以拿捏的把他画的两个眼睛是一样大的。那碰到这样子的人，通常我们都会去贴一点胶纸，或者把眼影再放大嘛。那你这个技巧抓得很好，像我自己早上起来就是男生也要化妆啦。我到韩国才刚从韩国回来，买一大堆化妆品，今天刚好上你节目，我也开始练习打样。哦，所以你平常自己出门也会自己画？我平常从来不画，我觉得要敬业啦，因为我进来的话，那我希望出去的镜头好拍起来，要不然摄影师说怎么把它拍得那么丑这样，所以我一定要把自己弄得比较好一点，稍微修饰一下啦。我们不是过度，但是你看我的眼睛早上起来很浮肿，我也给它贴一点胶纸，有没有看到？要不贴的话，我就觉得眼睛对。那我说像你的眼睛，通常我们会建议就贴一点胶纸把它撑到一样，但是你可以利用画的把它画到一样，就是也是很好的一个功力。那你有办法把我画的长得更像范冰冰吗？你已经很像啦，差点掉！天哪，人家老师是看过周迅还有章子怡的，他说像是就真的像。是不是真的？好了，我们回来正题。所以假设有一天我们真的一起合作一堂课，真的是教这些女生怎么化一堂妆可以嫁入豪门，或是可以马上就说面试成功，这是有办法做得到的吗？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形象是一种潜在的竞争能力，除了你本身的能力之外，因为有的人其实也许他正在忙碌，或者是太多人应征，他在看的时候，基本上第一眼。他就不喜欢你对，可能就根本就刷掉，没有机会。真的，最起码会让你进到前面的机会。一看，他的感觉上很柔和，没有这么尖锐，或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跟你讲，这边就一定要带到老师的故事多精彩，他是真的体现一个很努力的年轻人想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重点。所以你竟然曾经考过医学院，然后又去当空服员，然后又去摆摊，又代购，然后又是成为现在的彩妆师，就这一路上从一开始到现在，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发生什么事了？其实原先我是住在宜兰，是一个乡下的小孩，跟很多人一样，基本上在乡下完全不知道外面的这样。那面临了要考大学，对不对？对。那其实我也没有方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要考什么东西。那哥哥就说：“我帮你看看好了，当医生好像现在因为我们旁边那个医生，哇，每天看他买那个猪肝这样一大块，好像生活很棒。”我就说好，那就医生这样子，就填一填，我就真的就考到医学院了哈。然后后来我那时候手受伤的时候，我又去动点小小的那个手术。后来我就看到我那个血这样流出来，我就觉得我开始这样昏昏欲睡。可你明明已经考完了，你才看到血会吓到。我发现我好像不能练这一行，我就一直想要逃避嘛。后来又再重考，就考到那个化工系，好。所以基本上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冥冥中一直在进行，只是我们在未知当中去找寻自己的方向。毕业的时候就想说，要找工作啦。那我觉得我好像在那边一天天练那个微积分，练得很烦。我说可不可以有一个工作可以跑来跑去的？有感觉到自己的特质，还有心之所向的，不想要被人家约束住嘛。对。后来我哥说，跑来跑去不是跑船就是跑飞机，他就叫我去考那个华航。那个华航刚好招考，那时候非常不好考，好像很多人才考几十个人，然后报名的时候哇大排长龙这样。考完试之后发现还考的成绩还蛮好的。那经过考完之后，我觉得麻烦更来了，因为他要求裸视是1.0的哦，可是我们眼镜拿掉就完全都看不到。对，那时候就为了要去这个工作哈，然后就我记得去荣总，每天用那个针就一直扎，折腾了半年，到最后其实我要放弃，我说不行，因为我后来又找到工作了，那我就到南桥化工公司去制造部哈，就他们研究室去帮忙做化妆品。
我们刚聊到就做那个庞氏化妆品，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卖的最好的就是庞氏柠檬洁肤露啊。我跟你讲，这真的要有点我们这一代，因为我妈当年真的超爱，那是真的大街小巷的人都在用的吧？全台湾，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应该只知道一些韩国的品牌，可这真的是台湾当时的奇迹耶。这个真的很好用嘞，拿来卸妆我觉得蛮好，卸浓妆的时候用它那个柠檬洁肤露去按摩，你就回到自己本业啊，对，去做化工的这个相关的工作。那工程师真的很无聊，因为就在一个工厂里面、实验室里面，每天我就发现我好像想飞哈，就是想正式飞出去。后来就去了，就很顺利的就到华航去飞了8年。你还飞了8年对，然后就在国际间这样子，飞国际线啊，每一个礼拜都去洛杉矶啊、CI 006啊、旧金山啊、欧洲啊。所以那时候大概你是几岁的时候？20到30岁这样。大学毕业，对。后来我发现飞来飞去，哇，刚开始很爽，对不对？像埃及啊什么东西，留了好多纪念，而且我很喜欢买这些古董。我觉得你飞出去会很快的让你的眼界大开，对，看到全世界，然后你可以选择。像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你会发现。我喜欢什么？像我们班的同学，有人就是他们看到西雅图咖啡，他们几个空服员就每次就去买一杯，把它的偏方。后来到台湾不是开西雅图咖啡，他也是空服员开的。真的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西雅图。如果你眼睛比较敏锐，你会看到很多商机。在5分埔的时候，每个礼拜也要出国嘛，那我那时候出去的时候就看，常常到美国的那个第5大道啊、42街啊那些东西，看他们那些Macy 啊百货公司在打折的时候，甚至到SOHO区。看到他们那有好多很漂亮的东西，台湾看不到。那时候因为我在当空服员的时候，要去机场比较近嘛，然后我就住在那个顶好名店城那边。对。那个底下的那个1楼都是店面，精品店。他说啊，你们都出国不用钱，对他我就写一个地址给你，你去哪里帮我带什么。后来我就累积了这么多地址，就知道所有的批发区在哪里，然后我就帮他们带。然后后来发现，我知道泰国买一件那个牛仔衫，上面有刺绣的、珠珠的，你知道手工的东西都看起来很高级嘛？对。然后一下就卖完了，我说怎么会卖这么快啊？然后后来我就偷偷跑到他们店里面去看，我就去看它的定价跟它的卖的过程。5000多块，200多块卖5000多块。你说你在泰国买这件衣服的时候200多块而已，200多块已经很贵了。然后他们卖5000多块，哇！后来我就去看一看，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摊贩。那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跑到中山北路，那我下去的时候那个位置都被占满了哈，只剩下垃圾桶旁边还剩一个位置。后来每一次发现警察会来地下室会来抓。跑下来第一个就从入口那边，就是你那个位置。每一次我都被抓第一个，他说你不要跑，然后大家跑得很快，你知道他那个衣服本来铺的嘛，这样一层一层，我看旁边那个女生她可以这样就卷一卷就一包就跑掉了，只有我这样一直跑，衣服一直掉，开到最后警察都认识我的衣服，因为我的衣服就比较有特色，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知道怎么去面对客人，怎么做生意，什么东西适合台湾的市场，甚至很多客人都说你回国都不要来摆，你就直接拿到我们家。来给我看这样子，所以慢慢就累积，原来兴趣还可以赚钱的，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后来就是衣服卖到都不够了，因为生意太好了，就问他们说，你们都是去哪里去找衣服的？那有些人会回香港，他说有一个地方，台湾最大的批发市场是在5分埔，好吧？那有一天没事，我就骑着摩托车跑到5分埔逛一逛，哇，这么多这么大一个市场，可是那衣服都很丑啊，我就觉得很丑。后来我就走要离开的时候，碰到一个抽烟的一个老大，后来跟在那聊天，我就来问旁边那个牛仔锅，他说那你们有没有兴趣要顶店或什么？我就一夜之间就顶了那个店了。从完全没有经验，就在5分埔开始卖衣服，卖了15年。对，正式的生意从这时候开始。最主要是已经有信心了。对，因为你知道开一个店面非常贵，我2家店基本上那时候1个月的开销都要到50几万。哇，这么高！5分埔的店面那时候很贵啊，都10-20万呐。那段时间应该是5分埔最对，现在都折价嘛。那个全盛的时候很高，而且你还有人事开销嘛。对，然后加在那边，所以。眼光不能有任何闪失。可是你那样那时候也才顶多30几岁而已，很年轻。30多岁对出头。就算已经我觉得算是很成功的年轻人了。可是在这个15年过后，你又是怎么样转变成彩妆老师？其实我觉得我的经历好像都有点重叠啦。我觉得它都是有相关联。都是相关联。我在5分埔开店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有在飞。那时候我其实碰到心上的挣扎，因为飞来飞去很好玩。因为很快乐，每天就是咖啡茶 ，coffee tea and me， 不 ，coffee tea 就问看，咖啡 tea 有人没？好，就很自在，但是他没有成就感。
你就觉得下来好像你都没有学什么，你学到很多眼界，但是你没有转换成实际上你想要的东西。好，我想说，我人生当中你有很多另外想要去成就的东西嘛。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从我先做的，那我应该把服装去钻研，然后再去把服装更了解。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我觉得你正在思考的时候，贵人就出现了。资深的艺人叫马士利，我们叫长腿姐姐。因为那时候很多明星很喜欢到我们家来买衣服，因为我们家衣服就很特别。那时候有很多，我记得陶晶莹在开的那个节目叫什么星际什么新闻，那个他每天都要有造型，而且要很炫的造型。你买很贵的衣服又不划算，你到5分铺买那个啪，它很快的就很炫的把它组合起来嘛，然后又很快，然后又不会成本又很好，所以他们都很喜欢来我们这边找衣服。那马士利也来了之后。他就跟我聊天聊一聊，他说：“那你就去学啊，从化妆发型这样一个一个学就好了。”我就想说，还有分化妆发型，他就以前真的不懂啊，因为你看我军人世家出身的嘛，哪会涂涂抹抹都不会。后来我就真的去 Google 去查，那时候台湾最有名的、最资深的，我们说彩妆界的教母就是施美玲老师。然后他那时候一看这么多他手下的这些彩妆大师，因为那时候好像男生去化妆。你一看他就像彩妆师，他就说这个人大概不会撑太久，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像我们这一国的感觉。我想可能是这个感觉。可是我去画的时候，你也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眉笔，什么都不会，好，然后就百般的挫折，就开始一直练习画，一直练。没有人让你画，谁敢给你画？然后我妈妈每次都被我画得很恐怖这样。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去韩国去采购，然后我每次在采购，我就在那边偷看那个女生，她们那个比较老的会教年轻的，就在那边画嘴唇，画到很精致嘞。那有的人唇长短厚薄，她可以画到一模一样，而且干净的不得了。那我就每天就在家里面拿唇线笔，我也要画到那样子，就开始练，一直练，每天都画500多个嘴唇，一直画。每天500个？对，我就这样一直算一算，在那个纸这样的画。你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很，你是不是没有在，你是停不下来？从年轻到现在，你应该都是停不下来的那一种。到现在也是停不下来，因为我觉得以前是专任的嘛，现在都是约聘的老师嘛，就是比较自由哈。那我现在突然迷上了绘画，然后每天做下去就一直画，一直画。我姐姐说你怎么都不休息？我说实在太美妙了，在里面你可以得到好多乐趣，而且你不停在成长。真的，后来我觉得找到这个彩妆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你真的应该要走的路。你有感受到这种感觉吗？这种真正的呼唤的感觉。你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境界会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一个什么国际大师。我那时候去帮 YSL 在全亚洲去巡回嘛，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新闻有报哈，就说第一个受国际那个品牌邀约的到关岛那些地方。那时候你想要成为就像年轻人喜欢的彩妆师啊，光鲜亮丽，在那百货公司啊，那个是经过我们都经过嘛。好，现在我会想说，彩妆实质上会带给我们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会从内化去了解彩妆，然后去让这个彩妆再提升成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其实化妆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我们要有内在嘛，有外在嘛，它怎么样去把你最自然、最舒服的内在呈现？好，那我们刚刚说妆有很多流行的，可能你就是很快乐画，可是你真正的内心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说人住在这个身体的房子里面，我们每天出门是不是要让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整齐、很漂亮？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身心灵提升的这样子的化妆。我觉得老师最后在找到自己的这个彩妆领域，真的是发挥他的特质、天赋，还有热情，还有你的理念在这一路，所以你才会做到现在。而且我们老师真的讲这种教学啊，或者是帮别人化妆，或者这种研究，就是说眉毛跟眼睛的黄金比例是什么几公分，这种就是一直还是在顶规，还是一直在往上升。到底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一直维系这段彩妆路到现在这么长？那我觉得就是从你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开始。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情你不喜欢或什么，我觉得就不要去勉强自己去做这些事情。那如果从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会有耐心、信心，然后慢慢的去累积。也许你这样中间可能会挫折，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投入，它慢慢会累积。也许它会平原，它会突然间爆发，也不要中间就马上就放弃了。但是因为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那我会发现我对漂亮的事情很喜欢，走到街上看到漂亮的女生或人家穿着漂亮的衣服，我觉得她究竟美在哪里？我会想要去研究。我觉得老师的故事非常的励志人心，是因为你走到现在很喜欢的这样自己的样子。其实前面也是有很多的尝试，从最一开始就是医学院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浪费，它让你知道说你就是不喜欢这一路，害怕这一路。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
就觉得速成，因为很多现在年轻人就会觉得都想速成，对，我找不到我要什么，我现在需要答案。可是你看，你其实花一生才找到这个经历，那大家也是可以再多给自己耐心一点，就是多去试错，然后最后找到自己很喜欢、很适合的道路。我觉得这会很棒。可是我其实真的最想要帮大家，还有自己问，到底有什么样的台湾，就是有那种适合台湾人或现在或是亚洲人的一个化妆方法，或是怎么样真的画起来直接变成 smart and beautiful， 就是看起来又聪明又独立又漂亮的女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追一下韩式的化妆或日式的化妆哈，在不同的国家走的时候，因为气候、温度、湿度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粉底啊很多东西用起来哈，那它会不一样。对，我自己在韩国走完之后，全身就不会马上有汗臭或什么。到台湾我只要出去，我一定要洗好多次澡哦。所以我真的不能用韩国的底妆，因为他们很多亮还有油光感。对，他们可以承受，因为我们会一直出油啊，一整天，所以你要适当的去调试所有的东西。我们在看所有产品，因为之前我帮很多品牌，他们觉得他们的彩妆都卖不好，然后我就去看看，其实它的彩妆很漂亮，但是你要把它的漂亮怎么去运用，好，今天出什么东西，然后包括适合我们台湾的天气，还有适合你的肤质。对，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千篇一律的，你拿来就这样照涂，你看它这样涂，为什么它可以你不行？因为你的皮肤跟它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去大概去调整。所以为什么你要去了解我是属于油性皮肤，我要怎么去控制它？我加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做一点什么样的调整，或者量少一点点，那个都是化妆的技巧。化妆不见得就是一定要，我们一想到就是勾起来或怎么样，那个才叫化妆，不是。你只要把这些产品画在身上、脸上，它可以让你的气色变得更好，就叫做化妆。我可能只涂一点点，好，因为有的人他熬夜或什么，他不需要很多妆，他只要让他的黑眼圈少一点，气色好一点点。那你怎么样把这个韩国、日本的画在台湾的气候里面，让你可以更自然，那个就是很重要的。那老师，你有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五官，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大家 care 的是嘴唇啊、眼睛或眉毛，哪一个是最重点？它优化还有画得好，会让整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按照顺序嘛，眉毛第一个我们说精气神嘛。如果你看到眉毛是下垂的、衰衰的，其实第一个你看起来就没有精神。对。因为有的人他是有断眉或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我们说走到30几岁是在霉运啊，如果有断眉的话，其实对你的事业都不是太好。真的。对，所以他们很多以前的都会去闻那个就知道的人，就像很多女生，我们说女生千万不要3白眼。什么叫3白眼？知道吗？就是它上面下面都没有碰到眼睑，就是眼白比较多。眼白，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放大片不是要大家变漂亮，像我每一次就是在拍摄的时候，我一定会带放大片，就是眼白真的不能太多，因为我有些朋友他眼白太多，很像一个圈。你知道有一个圈，我忘记，它就是都是眼白，就是会看起来比较狡诈一点，然后不是那么和善的感觉。那个面相学统计有没有？他说，长这样子会怎么样？就是很多人说不喜欢三角脸，因为三角脸比较攻心计，感觉啦。因为老一辈的人都不喜欢女生的颧骨太高，对，他们看到，所以你就要怎么去修饰，这个都可以修饰得很好的。都是化妆可以靠阴影用，一定可以的。对，我觉得老师下一次要不要来一集，或是我们真的要不要合作开一个课，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见家长最重要。我觉得立刻让喜欢男生爱上你的约会妆，还有怎么样让婆婆喜欢的见家长，还有对刚刚有讲到面相，还有变好运的那种好运妆，这个我觉得这比较重。老师是不是可以来合作一个？好啊，有机会可以大家分享，可以让大家都变美丽。对，大家都变漂亮，这是一个你现在很重要的理念，对不对？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在做这个东西，看出他的热血还有理念。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道路必然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我要先变有钱什么才去追求理念才什么，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是你在做你发挥理想的事情，很爱的事情。就会有你要的社经地位或是钱，这些只是刚好的结果而已。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急于速成，然后也不要把这个顺序弄错了，然后花多一点时间精力去找自己所爱的，就会像老师一样，真的很发光发亮。而且在谈论自己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老师虽然有他的专业，但他讲很多事都很谦卑，就明明很强大的背景，我这边资料其实还有超多。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都其实9牛1毛而已。老师最近是有在开课，但12月才上，对不对？对，我们暑假的课刚结束，还有一个是在12月，因为12月很多 party 嘛，所以我们专门针对 party 妆开的课，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也会在连结放上老师这个课，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因为到时候才上，然后现在应该是比较优惠的价格，对不对？现在比较早一点。好，那期待之后我可以跟老师一起再开课，会有机会再把老师的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今天谢谢大家，谢谢朱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大家记得要继续订阅艾尔莎，啾啾。